今年两会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往年的地方，那就是对台湾的清晰定位。经内部讨论得出的共识，通过正国级的王毅委员长口里说出来了，铿锵有力。台湾的正式地位是中国台湾省，与其他任何中国省份一样的名称，比如中国广东省、中国福建省等等。所以今后极大的可能是一国一制统一台湾，不再有什么一国两制了。台湾人不是一直说不接受一国两制吗？那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一国一制，皆大欢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也是事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台湾重回中国版图。主要战胜国当年发表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要把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给中国。日本也宣布承认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些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日以最小的代价统一台湾，实现中国完全统一，这样中国才谈得上复兴，也才配得上大国强国的称呼。与中国相反，西方一直在试图阻止中国完成统一，以及他们一直试图分裂中国。虽然他们官方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的媒体从来就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于是才会出现中国地图不包含台湾的操作。中国统一台湾，他们称之为侵略，这是本期节目的大背景。今天我们来看一篇德国《时代报》的报道：中国的核武器，中国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了什么教训？中国的核武库在不断扩大，其目的是在入侵台湾时阻止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该计划可能会奏效。配图说明，中国国家媒体在北京的公共屏幕上展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举行演习的场景，时间是2024年10月。中国正在扩充核力量，以防止美国在中国入侵台湾时进行干预。尽管中国经济疲软，但中国的官方军事预算再次高于平均水平，比上年增加了 7.2%， 达到 1.78万亿元人民币，约2280亿欧元。据美国估计，中国真正的国防开支要高出 40%到 90%， 因为许多费用由其他预算来抵消。中国国家元首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大力推进核军备。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的作战核武器数量已从过去相对较小的武器库增加到600多枚。根据五角大楼最新的年度报告，到2030年，中国很可能拥有1000多枚作战核弹头。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核大国各自拥有约1600枚核弹头。虽然中国希望更多的核武器也能提供更多的威慑力，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却提议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裁军谈判，没有理由制造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说，我们已经拥有这么多核武器，可以毁灭世界50或100次。他甚至主张将军费减半。然而，中国领导人只是反驳说，美国可以先这样做。中国的核武库规模较小，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预算，因此他们应该以身作则。特朗普依然模棱两可。虽然特朗普从不讳言，但与前任总统乔拜登不同的是，这位新任美国总统并不想承诺是否会保卫台湾。上周在白宫被问及是否会允许中国武力夺岛时，特朗普只是说，我从不对此发表评论。他的沉默令人惊讶，但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路线，其目的是威慑中国，并为美国保留所有选项。然而，台湾对新任美国总统将采取何种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正在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关税；另一方面，他又在钦佩地称赞与习近平的很棒的关系，并要求台湾增加军费开支。他的五角大楼3号人物候选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周二在参议院要求将台湾产值的 10% 用于军事开支，是今天的4倍。人们还担心特朗普刚刚羞辱了前盟友泽连斯基，并越过乌克兰人与俄罗斯谈判结束在欧洲的战争。人们长期以来担心特朗普可能会与习近平达成类似的协议，而台湾则会因此受损。
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受到了台北和北京的秘密研究。其中一个教训是，北约之所以没有直接干预支持乌克兰，是因为莫斯科间接威胁可能使用核武器，有限核升级的可能性。我们担心他们的核讹诈战略会奏效。前陆委会副部长、台北政府顾问台湾陈明志教授说，使用核武器是中国领导人永远的一个选择。他担心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将无法从美国获得所需的帮助。台北国防部智库国防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随着核武器的扩张，北京正在努力实施胁迫战略，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做的那样，任何拥有大型武器库的国家最终都会使敌人失去某些选择。每个人都担心常规战争会升级并演变成核战争。五角大楼对中国大力扩充核武器的目的毫不怀疑，中国可能认为有必要加强核力量，以威慑美国的干预，控制可能出现的核升级或首次核打击。中国宣称其官方理论是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在遭到核攻击时才会使用。但在过去，中国军方官员曾多次谈到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德国知识点评，这是德国媒体睁眼说瞎话，妥妥的假新闻，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说过对台湾使用核武器。这德国媒体太邪恶了，用心极其险恶。五角大楼认为，如果中国核力量或指挥与控制结构的可行性受到威胁，中国的核战略可能包括考虑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来回应非核攻击。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年度中国报告，如果台海冲突中常规军事失败，严重威胁到共产主义政权的生存，中国领导层很可能会诉诸核武器。该岛拥有2300万人口，如果发生战争，其全球影响甚至会超过乌克兰战争。国际危机组织警告说，供应链将中断，贸易将受到极大影响。核武器的使用很少被讨论，但却是一个重大威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洛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的一项研究警告说，台湾冲突使有限的核升级成为现实，失控的核升级成为可能。为了防止战争和战争升级，美国决策者和军事规划者必须认真对待核武器在台湾冲突中的作用。德国知识点评，这里突然出现一个所谓国际危机组织，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政府组织，其实就是西方政府不方便出面而放出来的一条狗。金主包括索罗斯。索罗斯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他呢就是一个极度反华仇华的人。天哪，德媒现在竟然渲染中国可能对台湾使用核武器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德语区的网友怎么评论呢？第一条评论，中国对乌克兰发生的一切以及对特朗普所做的感到高兴。克里姆林宫中的野蛮侵略者侵略了一个无辜的国家，每天都有人被俄罗斯的炸弹和导弹撕成碎片，整座的城市被狂轰滥炸，导致建筑物和能源供应损失数千亿美元。而这个侵略者却受到了完全疯狂的特朗普的追捧和赞扬。特朗普背叛受害者，赞扬侵略者。中国现在知道台湾也将如此，台湾注定要灭亡，就像乌克兰一样，台湾将被征服和残暴对待，任何反抗者都将被杀害。美国的行动最终证实了中国可以放手一搏，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任何后果。这是多么卑鄙和令人作呕的行为。下一则，看来所有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迟早都要经历侵略战争。再往下，任何还在购买中国制造的汽车甚至智能手机的人都没有知道有多危险。我只理解那些买不起其他东西的穷人。这是跟贴，看看你用来写这个帖子的设备的充电头是哪里来的，或者拧开任何电器设备，即使外壳上写着德国制造，里面也有很多中国元件。目前想要100%的抵制中国产品，又不想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又是跟贴，你做不到的，几乎所有设备都含有中国附加值。再往下，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恨中国吗？
你为什么不搜一下中国发动战争数量和西方发动战争数量？任何时间段都可以，比如自1945年以来，中国在南海自然会出现紧张局势，因为他们显然无法在战略上接受美国不成的航空母舰就在他们的家门口。但如果从最终结果来看，中国在霸权竞争中远比其他国家和平，这些都是事实。你可以检查每一点，数字、事实、数据。再往下，特朗普会不管台湾的，因为他是一个向独裁者屈服的软弱的美国总统。下一则，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暴力，邪恶的专制者正在施展他们的力量。这一事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根源：西方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历史性、可怕的集体性失败。当美国还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大国，并具有领导魄力时，力量平衡和可信威慑还是正确的。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他正在毫无必要地牺牲美国的霸主地位，让自己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战犯之一的帮凶，给伊朗毛拉写情书，还与中国结盟。谁会把这个小丑当回事？领导力和决心看起来是不同的。当乌克兰因特朗普而成为历史时，中国也会效仿并入侵台湾。特朗普能否在那里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值得怀疑。怕吃亏的心理太强了。是的，特朗普不是一个强人，他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胆小鬼，无端地将世界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这个人必须下台，否则就太迟了。下一则，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对台湾的介入越多，中国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北京方面非常清楚，美国希望在中国家门口建立地缘战略利益。第一，美国与那里毫无关联，就像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第二，这可能会让台湾付出高昂的代价。再往下，以目前特朗普现在的态度，他会支持中国，并指责是台湾的错，导致中国侵略了他。下一则，从这件事我们只能吸取一个教训，尽快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德国也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否则我们将被淘汰出局。我们必须有能力用核武器对抗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其他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下一则，台积电是台湾唯一的保命符，一旦中国和美国的工厂也能生产同样质量的芯片，台湾就完了。继续往下，台湾完蛋了。台湾人当然仔细观看了在白宫的令人作呕的表演，泽连斯基被羞辱和游街示众。美国这个叛徒不会来帮忙，乌克兰已经够糟了，但乌克兰至少还有欧洲，而东欧正在大规模重整军备。即使乌克兰不得不暂时放弃部分领土，它也会在未来5到7年内被欧盟接纳。俄罗斯无法阻止这一切，因为俄罗斯的军队太拉胯，无法征服甚至控制整个乌克兰。另一方面，台湾已经完蛋，我对此已不抱希望。下一则，习近平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是否以及何时会进攻台湾。特朗普担任总统后，这种可能性就大得多了。他是否会支持台湾已不再清楚。另一个因素将是中国经济，如果它变得越来越弱的话，攻击台湾也更有可能分散对内部问题的注意力。看看普京和乌克兰吧，今年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和暴力。继续往下，鉴于特朗普的叛国套路，中国不需要再造核弹头。这个白痴从就职那天起就断绝了与美国的所有联盟关系，实际上台湾只能靠自己了。继续往下，美国一直不排除首先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俄罗斯几个月来一直如此，中国没有这么做。文章称，美国分析人士怀疑中国可能计划等等。谢谢你的恐吓。中国向乌克兰供应电子元器件，就像向俄罗斯供应一样。与欧盟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发起了自己的倡议来结束战争。与欧洲目前正在用数字游戏重新武装相比，中国仍在武装自己。不要天真，但也不要被军备宣传所迷惑。再往下，台湾今天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下一则，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愿意为核潜艇做很多事。陆地上有0枚核武器，在任何时候2-3艘核潜艇上有6枚，这样台湾本身就不会成为中国核攻击防御的目标，但中国将不得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德国之士点评，这种白痴网友自以为很聪明，实际上对国际政治一窍不通。他以为谁都可以发展核武器，没有人会去阻拦，而且他认为核武器想发展就马上可以发展起来。还有他说让中国将不得不生活在恐惧之中，这评论简直了。同样弱智的话也包括这条评论。他说，简而言之，中国正扩充军备来夺取台湾，他们会这样做的。我们呢？我们在观望，并就如何在紧急情况下观望的战略展开辩论。美国在欧洲背后捅刀子，羞辱乌克兰，中国看到了机会。我们现在需要明确的言辞，承认台湾，以及明确的行动，台湾的核防御能力。但是我们是谁？现在已经没有我们了。下一则，特朗普已经意识到他有掌控最强大军队的权利，他想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墨西哥，一直到巴拿马。只要这些国家没有威慑力，在特朗普眼里，他们就是里任被征服的受害者。措辞也很明确，他们没有阻止毒品进入我们的国家，而是允许非法移民占领我们。这样他就为战争制造了理由。在格陵兰问题上，他声称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格陵兰。我们从普京身上了解到这一点，他根本不在乎台湾和中国，只要台积电是现在美国建厂，那么即使没有核威慑，中国也能拥有台湾。在特朗普眼中，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是帮凶，如果有敌人的话，那就是欧洲。但对他，我们欧洲没有任何好处可拿，因为没有自然资源，中间还有美丽的海洋。特朗普的思维就像一个玩文明或风险游戏的孩子，能挽救世界免于战争的只有美国人民了。希望他们最迟在特朗普号召向多伦多挺进时拉下紧急刹车。继续往下，在台湾，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背叛很可能被理解为这个人靠不住。我希望我们欧洲人也明白这一点，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依靠美国的武器装备。特朗普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但由于特朗普总是笨拙得令人啼笑皆非，我们不知道中国会如何解读这一切。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只有更糟糕，全世界的独裁者们团结起来，如果自愿的得不到，那就拿过来。不管是普京、习近平还是特朗普，他们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朋友们，刚才这些就是德国网民的正常评论。德国人也有不少想拥有核武器，但是他们愚蠢到不知道，其实德国不准拥有核武器，即使他们再怎么想。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